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离家7年，在归来时是被下放地方历练，正巧赶上高中同学聚会，想着多年未见，哪怕如今身份特殊，却也去参加了。老同学混得都不错，奔驰、宝马、奥迪的都是好车。不巧的是，市政小车班食物中毒，我便打了车去饭店。连秘书都没带，毕竟也要低调。偏巧下车时被老同学看到，当即嘲讽我读了那么多书，却连车都买不起。开着布加迪威龙来的顾世杰，更是拍着我的肩膀，满脸讥讽地说：“回头来我公司，虽然没好职位给你，只能让你当个保洁，但我肯定给你配辆车，也让你成为有车一族。”高中时跟我不对付的时候也说，或者你可以找你前女友，人家苏青雨现在是昆曲大家，有的是钱，到时候你就有机会开豪车了。我只是淡淡一笑说，我这工作这辈子都没机会开豪车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高中是真正的青春，有青涩的爱恋，也有奋战高考的拼搏，所以哪怕如今我身份特殊，不适合与商人同桌共饮，却还是去参加了同学会。不巧的是，市政小车班集体食物中毒，我竟没了司机，但我本来就要低调，干脆打车，连秘书都没带。可是我也知道，如今我出行算是重中之重，沿路与聚会的酒店必有暗中保护。没多久，出租车停在了酒店前，我下了车，便看到一群人在热络交谈，可不正是我那些老同学？而且他们附近也都算是不错的车，他们衣着也算光鲜亮丽。看到老同学们过得都不错，我心里也挺高兴的。可就在我要打招呼时，却先被认出来了。他们并没有打招呼，而是很古怪地看着我，眼中还有讥讽。这时候，如同野兽般的发动机引擎声传来，一辆银色布加迪威龙开进了停车场。车上走下来一个男人，穿着高定西装，一甩手臂露出价值超100万的名表，气势非凡。顾总来了。哎呀，顾总，你总算是来了，我们念叨你半天了，快看呀，顾总，咱们曾经的学神也来了。打车来的一群人里都没理我，便向那顾总围了过去。这位顾总读书时就是我们班最大的富二代，也是我曾经的情敌，叫顾世杰。顾世杰轻蔑地瞥了我一眼，故意像是没认出来一样。谁？这是许流年，怎么穿成这样？还没有这的服务员穿得好，而且这是什么土鳖发型？我穿得很差吗？单位定制的行政夹克，发型就是中规中矩的3-7分。我这工作总不能穿个几10万的西装，然后再做个造型吧？许流年，你这书读得好，怎么混成这样？你看我们都有车了，再不济也是个奥迪 A6 了，怎么你连车都没有？没车就算了，你好歹打个高端的网约车来呀！你说他打出租来也就算了，也不知道好好捯饬一下自己。我从下车起便被冷嘲热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他们阶级敌人一样。顾世杰走到我面前，在我肩膀上拍了拍，满脸讥讽地说，回头来我公司，虽然没好职位给你，只能让你当个保洁，但我肯定给你配辆车，也让你成为有车一族。或者你可以找你前女友，人家苏青雨现在是昆曲大家，有的是钱，到时候你就有机会开豪车了。顾世杰的头号腿子10号也立刻过来嘲讽，苏青雨是我高中时喜欢了3年的姑娘，但我们也没谈恋爱，可能有些暧昧，但更多的是彼此督促。
我从初中时的精神小伙成为高考状元，多亏有他。当初顾世杰疯狂追求苏青雨，却一直被拒绝，他也是因此经常找我麻烦。但我是能冲击省状元的选手，学校把我保护得很好。别乱说。顾世杰却先生气了，怒视着石浩说：“我和青雨最近联系密切，也问过他和许流年的事情，他很明确地说了，跟许流年没关系了。”也不想扯上关系。石浩立刻说：“混成这个狗样子吗？是我也不跟他联系啊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，想走人。都说同学聚会是装逼打脸的圣地，我没太当回事。毕竟我大学那些同学以及进修班的同学其实都挺正常的。石浩见我没说话，又继续说：“没了苏青雨你也别气馁。顾总的布加迪你是没机会开了，但我的宾利也200多万，借你开开也无妨。就算是你也开过豪车了。”我只是淡淡一笑说：“我这工作这辈子都没机会开豪车，开什么玩笑？今天我开了豪车，明天我就被挂热搜。苏城主导地铁4号线与老城区开发的同志开豪车。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。”石浩讥笑，我冲他们笑了笑说：“接过来就是看看大火，现在也看过了，那就不打扰大伙玩了，我先走了。”说罢，我便想要离开了，可顾世杰一个眼神，那石浩就给我拦住了。石浩很不客气地推了我肩膀一下，骂骂咧咧地说：“走他妈什么走？顾总没说你能走，你就给我留下。”我1.85米的身高，始终坚持健身，他根本推不动我，但却让我很不舒服。顾世杰也说：“别走了，许流年过会苏青雨也来，你不想见见吗？”他也没说要来啊。我脱口而出：“他来不来，会跟你说。”石浩嘲讽道：“苏青雨如今可是昆曲大家，我连微信都加不到，也就顾总有面子才能和人家常联系。你这种货色想屁吃呢？其实苏青雨是我老婆，我们都有孩子了，龙凤胎。我如今在市政工作，主要负责地铁4号线的铺设以及老城区的开发工作。我摊牌了，倒不是想装逼打脸，而是不想再被无休止的羞辱了。”可是我这话一出，他们先沉默，随后大笑起来，一个个笑的就像是刚听了郭德纲的段子，眼泪都要笑出来了。这种牛逼你都敢吹，那我就更不能让你走了。等着，等苏青雨来了，我要看你们当面对质。顾世杰大笑道：“这算是走不了了，我也就认命了。既然他们自找苦吃，那就给他们吃吧。而且我也不想解释了，因为他们肯定不信。但我还是忍不住说：你们看我这打扮，不像在市政上班的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怎么穿上了行政夹克，输个行政3、7分，你就是体制内了？那我买个龙袍去，我就是皇帝了。”石浩率先大笑起来：“看吧，他们不会信的。”我无奈一笑，也不打算争辩了。这时候有人问：“顾总，我们什么时候进去？为什么要在外面等？你也不看看这是呢？这可是景龙阁，即便是顾总这身份的，也要预约排队，能带咱们都来见世面，已经是顾总有面子了。”石浩嗤笑一声：“景龙阁有什么说法吗？我已经很久没回家了，最近才回来发展，不太清楚这些。”那人又问。这个时候石浩就不说话了，因为该是顾世杰装逼的时候了。顾世杰高深莫测地笑了笑，靠坐在自己的布加迪威龙上，点了一支烟。这景龙阁原则上是不对外开放的，当初建这里的时候，其实是这里的东家为了招待贵客用的，或者是市政招商拉来了很重要的投资时，也会在这里招待。别说是我了，就算是我爸
都没资格拿到景龙阁的会员卡。顾世杰说到这里时，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我今天能来，其实是青雨将会员卡借给我了，否则我和我爸的面子是没资格带人来的。”什么？青雨把这么重要的会员卡都借你了？顾总，你努力，我感觉你和青雨有希望。石浩很夸张地说：“我知道这是故意对我说的，可我也不想再争辩什么了。我也希望我再努力吧。”顾世杰矜持一笑，然后又一脸憧憬地说：“你们可能不知道，这里的东家是个关系通天的大渠道，在京城都有关系，说一句上达天听都不为过。如果能搭上这条线，那我们家的产业都能更上一层楼。这的东家关系没那么硬。”我随口说了句：“你认识？”石浩嗤笑一声，说：“真的，许流年，你但凡认识这的东家，你就不至于穿成这个逼样子，然后还打车来吹牛逼，也要有个限度啊。”顾世杰瞥了我一眼，说：“许流年，你吹这种牛逼，如果被这里的东家知道，人家只需要一句话，就能让你在全国都混不下去。你到底懂不懂上层社会啊？”顾总，你都说是上层社会了，他一个底层人能懂？石浩冷笑，我叹气，走到一边去抽烟了。他们认知有限，能够接触的层面也有限，所以我说的话他们才会不信。因为我回来工作，虽然不是什么秘密，却也没有公开出去，以他们的层次，根本就不知道我如今的位置。我也不打算计较了，只想赶快糊弄过去，以后就不要再往来了。这个时候，一辆玛莎拉蒂开了过来，粉色的，车门打开后，一个黑丝美腿的美女从车上走下来，就连顾世杰看到了这美女，也立刻跑了过去。如烟，你也来了？我还以为你没时间过来呢。顾世杰很谄媚，能够看出来，别看他的车更值钱，但身份地位远不如这美女。柳如烟却都没看他，很高冷的没理任何人，而是将目光落在我身上。我扭过头不看他，低着头抽烟，然后我就听到高跟鞋的声音越来越近，还有柳如烟身上那甜腻的味道也近了。他来到我正面，很不客气地捏着我的下巴，逼迫我跟他对视。许流年，当初我那么喜欢你，每天黏着你，可你却选了苏青雨，现在怎么样？你混得连辆车都没有，而且苏青雨也跟你撇清关系。柳如烟咬牙切齿地用力捏我脸，然后说：“怎么样？现在跟我还来得及，不用你入赘，只要你开口，我现在就去离婚，然后嫁给你。”高中时我也是有人追的，其中柳如烟最疯狂，但她不是我们班的，可为了追我，却天天在我们班上课。别闹了，孩子都那么大了，扯什么淡？我拨开她的手，柳如烟哼了一声，显然刚刚的话也是随口胡诌的，但是她的确是对我有怨念。许流年，我要是你的话，就不来参加同学会了，肯定会被凌辱。顾世杰跑了过来，看上去就是故意要在柳如烟面前装一装。我没说什么，继续抽着烟。顾世杰见状，便又看向柳如烟说：“如烟，你不会真是为了许流年才来的吧？”“不是，我和苏青雨虽然算情敌，但在网上一直没断联系，也聊得不错。昨晚我跟他聊了好一会，他答应我也会来参加，而且还会介绍这里的东家给我认识。”柳如烟淡淡的说道。“真的吗？如烟，那看在都是同学的份上，也把我带上吧。”顾世杰忙说。柳如烟却说：“我说的不算，看青雨怎么说吧。我和青雨关系也不错，他把景龙阁的会员卡都借给我了。”
顾世杰吹嘘道。柳如烟看了他一眼，却也没多说什么，而是踢了我一下说：“给我一支烟。”我随手递过去一支华子，柳如烟接过去，习惯性地看了一眼，随后啧了一声道：“还是329的，这可不好搞。你哪来的？单位发的福利？”我笑着说。顾世杰冷笑一声：“假的吧？可能是。”我点头。这个时候，景龙阁的门被打开了，而且是中门大开。景龙阁的门也是有讲究的，寻常客人只能走偏门，只有来贵客的时候才会将中门打开。所以，当中门被隆重打开时，所有人都看了过去。随着中门打开，红毯也被工作人员铺开了。一个穿着唐装、胖乎乎的男人，手里面拿着一把折扇，在人的簇拥下走了出来。顾世杰见状，立刻整理好衣服，很是震惊地说：“这是要来大人物，景龙阁的东家，怎么亲自开中门迎接了？”柳如烟都把刚点的香烟熄灭了，而且看上去也颇有些紧张，连忙说：“都严肃点，别给我出幺蛾子丢脸。”所有人都整理起自己的衣服，然后一脸肃穆。就在柳如烟打算走过去打个招呼的时候，那景龙阁的东家竟然走了过来。柳如烟与顾世杰立刻迎了过去，笑得格外灿烂。我却依旧靠坐在一辆车上，继续抽着烟，而那景龙阁的东家也小跑着过来了。顾世杰见我没起身来，当即在我后脑抽了一下，怒斥道：“给我站起来！”我被顾世杰抽了一下，一直压抑着的怒火也快控制不住了。而那景龙阁的东家原本是面带笑意的，看了我们一眼后，面色也冷了下去。顾世杰怒斥：“赶快站起来！东家都来了，你还坐着成何体统？没看到东家都不高兴了吗？那你也别动手啊！”柳如烟瞪了顾世杰一眼，然后放缓语气对我说：“没事吧？”我摇摇头。虽然柳如烟挺霸道的，但也不算坏，否则苏清雨不会和他保持联系。我顺势站了起来，似笑非笑地看着那小胖子。顾世杰见我站了起来，也算是松口了一口气，可却依旧在我耳边说：“许流年，我有时候是真想弄死你。凭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柳如烟还对你念念不忘的？你跟我比，你还不如一坨屎。为什么你就比我受欢迎？我学习好呗。”我笑了，学习好能怎么样？以前班上的同学跟我混的早就家产万贯了，那些个只知道读书的，又有几个出人头地的？你可是省状元，可你怎么样了？不还是连辆车都没有？不还是穷酸？顾世杰咬牙切齿的。可我又碍着你什么事了？毕业后我和你就没联系了，所以根本不可能得罪你。好不容易参加个聚会，你就处处针对我，就为了高中时你追不上苏清雨，而他却喜欢我。我有点无语，觉得他挺幼稚的，好歹都是30岁的人了，怎么还跟没脑子一样？没理由，我就想踩你，只要踩了你，我就爽，不行吗？顾世杰咬牙道。我点点头，轻笑一声说：“你喜欢就好。”这时候，柳如烟已经和景龙阁的东家搭上话了。甄先生，你好，我是柳如烟，今天是我老同学苏清雨介绍，我才有和您见面的机会。柳如烟笑着说。甄如风点点头，瞥了我们这面一眼，然后对柳如烟说：“苏大家的老同学，那就是我朋友，合作的事情我们稍后再谈。我先和你其他同学打个招呼。”“好的。”“您还真是平易近人。”柳如烟道。他没想到像是甄如风这样的人会和其他人也打招呼。甄如风向我走了过来，伸出手道：“我是甄如风，
我听苏大家听说过你很多事情啊。在我身边的顾世杰愣了一下，心想甄如风肯定不会认识我这种穷酸，那么就是对他说话的。于是顾世杰立刻上前，伸出手便抓住了甄如风的手，说：“您好，您好，我认识你。”甄如风甩开了顾世杰的手，还很嫌弃地擦了擦手，然后便又向我走来，堆满了笑脸说：“始终未曾谋面，见您一面是真难。”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都傻了。我笑着伸出手，跟他握了握手，说：“本就打算过来看看的，只是一直没时间。您认错人了吧？”10号一脸懵逼地对甄如风说：“甄先生，这个许流年就是我们的一个同学，现在穷得厉害，连辆车都没有，而且还穿得这么寒酸，您怎么可能认识他呢？”顾世杰也说：“是啊，甄先生，您怕是认错人了。如果是苏大家介绍的，那肯定只有如烟和我了。我们班，我不夸张地说，就我和如烟出息了，其他人都是跟我混日子的。”柳如烟却蹙眉说：“顾世杰，我虽然对许流年耿耿于怀，但你以为曾经的省状元会真的混得不好？而且就算混得不好，那也是老同学，你没必要这样。”顾世杰有些不爽地说：“如烟，你家的确是比我家强了很多，可我也未必不能超过你，至少我和青雨的关系就更好。否则他怎么会把会员卡借给我？有了青雨这层关系，我早晚超过你，所以你也就不要对我指手画脚的。”柳如烟蹙眉：“都是同学，我劝你别太过分，没错吧？我懒得和你说。”顾世杰冷笑，然后又把甄如风的手给抓住了。甄如风一脸错愕地看了我一眼，见我没说什么，他也跟着沉默。顾世杰却继续说：“甄先生，我家是做地产的，在苏城是有一定实力的，而且我听说苏大家可还没结婚，我也是有机会的。如果我和苏大家走到一起了，那么咱们的关系也就更近了，对吧？”10号立刻凑过来说：“是啊，甄先生，我们顾总在苏城是有实力的，当然了，跟您是比不了的，但却也可以做您的马前卒，对吧？”顾世杰看了我一眼说：“行了，许流年，你赶紧滚吧，我也踩够你了。现在甄先生来了，这场合你适合在场，滚远点，别碍眼。”我只是笑了笑，但却并没有说什么。顾世杰有些不高兴了，却也不敢在甄如风面前多说什么，便笑着说：“甄先生，我们进去说吧，毕竟这里人多眼杂的。”甄如风再次甩开他的手，然后说：“我还要再等一位贵客。”“谁啊？”顾世杰忙问，很兴奋，连甄如风都要等的人，肯定有实力。他想攀关系来了。甄如风向不远处看去，便看到一个气质脱俗的女人牵着一男一女2个小孩走了过来。他对顾世杰说：“这就是你口中的苏大家，那个没结婚，而且跟你有可能走到一起的苏大家。”苏青雨端庄华贵，温婉美丽，所有人都被苏青雨的容貌气质折服了。顾世杰立刻说：“青雨，你总算是来了，我们……爸爸，爸爸！”还不等苏青雨开口，一男一女2个孩子便跑了过来。顾世杰一脸懵逼：“叫我？我说顾总啊，就算是苏青雨有孩子了，你能接盘也是好事啊，而且见面就喊爸爸，看来是苏青雨提前打过招呼的。”10号低声道。顾世杰立刻蹲下，伸出手道：“我一定能做个好爸爸。”然后2个孩子就冲过去了，来到我身边，2个小家伙一人抱着我一条腿，差点给我一个抱摔。所有人都在此刻震惊了。苏青雨挽了下秀发，冲我笑着说：“老公，
怎么不进去，在这等我呢？老公、爸爸，所有人都不知道眼睛该看谁了，一会看看2个孩子，一会看看我。苏清雨却是走过他们，来到我身边，蹙着黛眉帮我整理了一下脑后有些乱的头发，说：头发怎么了？被顾世杰抽的。我随口说着，也不顾人多，亲了口自己老婆，不是炫耀，是时间长没见了，太想念了。我和苏清雨刚毕业就结婚了，感情一直都很好。对于我来说，他不仅是我今生挚爱，还是我的恩人。如果不是他的督促，我可能还是个精神小伙，哪有今天的成就。我在苏清雨脸颊亲了下，却没看到他的笑脸。他冷冷地看向了顾世杰，问：你打我老公啊？什么？你老公？不是清雨，是因为甄先生出来了，许流年他还坐着，我才动的手。这对甄先生太不礼貌了。顾世杰都不会说话了，甄如风却说：顾世杰对吧？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，徐先生在京任职期间，我便多次想要见一面，但却一直没有机会。如果不是此次徐先生下方回地方历练，我怕是还没有机会见这个面的。在京任职？不是。顾世杰很凌乱，挠着头说：许流年，他是打出租车来的，小车班的司机集体食物中毒，上吐下泻的，这会都在医院挂水呢。而且咱们都是同学，我也想低调点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身份特殊，又知道你们大多数人都做生意，属实是不适合和生意人同桌共饮，这才一个人来的。我笑着解释。顾世杰向后退了2步，一脸的生无可恋。石浩诧异道：可你还说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开豪车。兄弟，如果我哪天我开了豪车，那我肯定是腐败了。我笑了，而且我刚才也说了，告诉了你们，我和青雨早就结婚了，而且有一对龙凤胎。不仅如此，我甚至跟你们说了我的工作，可你们不信。你们只相信你们愿意相信的东西，根本不在意真相。我摇头苦笑：流年，我错了，咱们是同学，你给我个机会吧。顾世杰哭丧着脸说。我却摇了摇头说：小事情，我不会在意的，不过聚会就不参加了。甄如风连忙说：许先生，聚会可以不参加，但跟你见面的机会，我是要珍惜的。我们喝点茶，行吧？我点点头，然后我们就先走了。苏清雨跟在身后，对柳如烟招招手说：如烟，你也来。一直震惊中的柳如烟回过神，立刻跟了过去。柳如烟低声说：好啊，你清雨，你结婚了不告诉我，谁都没通知，就领了个证而已。你都不知道许流年在京城多招人待见，几个京圈公主都想嫁给他，不声张也是怕我被报复。苏清雨低声道：停车场就只剩下顾世杰和石浩他们了，这些人刚刚对我那是卖力的冷嘲热讽，如今却是没了任何机会。而我们到了包间后，也只是简单的喝茶，我和甄如风谈的也是关于老城区建设的事情。甄总，其实老城区建设的事情，我们早就有了方案。苏城本地目前也就柳家资质过关，外来的投资我们正在考量，目前有合作意向的很多。我放下茶杯说道，这也是苏清雨为什么会把柳如烟叫来的原因。而甄如风其实是我们的首选，但谈判嘛，总要讲策略的，所以苏清雨才会通知甄如风来接我，这都是计划之内。但他说今天不来的，没想到还给我一个惊喜。至于借给顾世杰会员卡，是因为他都没当回事，想着能让老同学聚聚，而顾世杰又爱张罗，便将卡借了。
却没想到成了顾世杰装逼的本钱。甄如风听了我的话后，立刻表示出最大的诚意。这时候，如同野兽般的发动机引擎声传来，一辆银色布加迪威龙开进了停车场。质随老城区改造是重中之重，你们柳家是在老城区发迹的，对那里有感情，也有群众基础，所以柳家最合适。我点头说。谈了快1个多小时，我们就回大院了。不过柳如烟却也跟着来了。我也知道苏清雨因为我的原因交朋友也不方便，也就没避嫌了，让柳如烟来了。他们2个带着孩子在客厅聊着天，我去书房工作，期间又开了2个视频会议。再后来，地铁4号线与老城区开发正式立项，并且公开招标，我办公室的门槛都快被踩碎了，但是我一个人都不见，除了柳家外，一切都要按程序来。原本柳如烟问过我，是不是也给顾世杰一个机会，他们家的地产公司的确是有些实力，我也不计较他在我面前装逼，意思是只要够资质就可以。只不过这顾世杰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觉得自己拿到的项目不够多，先后找过我几次，又找过柳如烟很多次，我们都没答应他的要求，他便记恨在心，于是没几天便开始造谣我和柳如烟有一腿之类的，然后他就被抓了，包括帮他造谣的时候也被抓了。要知道，苏城的这2个项目是最近几年的重中之重，任何人都不能挡路。随着2个项目落成，我也算是功成名就了，我也被调回京城。至于同学会，不敢再参加了，而且也没空再参加了，工作只会越来越忙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